2022年11月25日，今天呢，我要从台北的松山机场飞往东京，开启为期2年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国际研究员生涯。很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已经有了正式的稳定研究的工作，重新整理这段影片时，回头看这个起点呢，心里感触非常深。2019年博士毕业，升为土博士，当时求职路经历了一段不短的卡关期，后来又遇到指导老师突然过世了，一边帮忙收拾实验室，一边协助学弟妹修改论文。等到大家都顺利毕业离开后，我自己的下一步在哪里，其实非常的彷徨。那几年呢，投了许多教职都没有能如愿，主要就是被认为缺乏国际的经历，或者是缺乏田间实务经。中间当然也是有遇到一些贵人哦，有几位母系的老师愿意收留我这样子。那接着呢，东京都立大的这个江口克之老师呢，就提议我一起来申请这个通过率极低的这个研究的经费。我硬着头皮一直投到了4次才拿到。收到了录取通知那一天，至少松了一口气，至少接下来2年有工作了。今天的运气是不错的，达到的是宝可梦联名的彩绘机。那在羽田机场降落后呢，先到京急线搭到品川，然后呢转山手线到新宿。此时的我呢，对东京这个世界算是最恐怖的这个铁道大迷宫后，完全是没什么经验的这个菜鸟，所以就各种的迷路找路，然后看着很多的人群这样来来往往，感到非常的惊恐。那一到了新宿车站呢，又立刻给了我一记震撼教育。现在的我呢，当然熟门熟路，但是当时呢，哪懂什么叫做京王线的本线，或者是京王新线的差距呢？那在新宿这边走过来以后呢，就会看到它有一边是到京王线哦，它的新宿站。那京王新线呢，其实是另外一条，然后它是分开了以后，它不会进新宿站，而是沿着这个京王新线，然后一路接到地下铁那边，就可以进整个市区。它是连通的，可以从桥本这样搭过来。所以我就在这边找了半天，找不到这个所谓的京王线的特快车，很快可以抵达的这个车哦。然后最后真的受不了，在找车的时候，有这个立食的这个面哦，就简单吃了一下。然后至少有车哦，京王新线这边可以搭车往南大泽的方向前进。然后呢，穿过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向西的方向哦，经过了多摩川，然后最后呢，终于在就是本来预计大概40分钟哦，大概搭了1个半小时，然后终于抵达了南大泽。一出车站呢，多摩地区秋高气爽，干净的空气迎面而来，天气晴朗的不可思议，整个感觉都非常的舒服。我现在呢，就沿着这个方向，会穿过山景哦，然后往这个学校的方向移动。这也是我一个非常喜欢这里的一个季节哦，很漂亮的颜色，红枫，金黄色的银杏，凉爽的季节。
借着2018年呢来访问过的记忆，我就拉着沉重的行李箱，那就特地的绕着独立大的侧边，紧邻着森林边缘的那一条步道前往。江口老师非常的客气的带着我过来宿舍这边报道，然后接着就是职员带着我到了房间参观，然后介绍各个相关的设备如何使用。那这边呢，主要就是一张单人房，一张单人床，然后简单的一些设施这样子。那还有网络，不过网络上就是今年就是从22年以后，它改了比较复杂的一个制度，所以要登录要账号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不免俗的，在日本一定要有一个简单的浴缸，那基本的一些餐具都有，所以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煮东西。接着呢，职员就是要带着我先去楼下看这个就是垃圾整理的地方，这个非常重要哦，在日本这个垃圾分类非常的重要。不过这边还不错，就是我们分好以后会有相关职员会帮我们处理，然后上到屋顶，看着火红的夕阳哦，然后这里是很重要的洗衣服的地方。另外还有很重要要注意的就是有野猪会在这个森林出没。结束以后呢，我就赶快下山哦，到车站的Itoyokado去做一个采买。夜间这里的这个红枫非常的美丽哦，不过我还是赶快到商场去买东西，这才是比较重要的。那我先找东西吃，那我是吃这个Itoyokado里面的这个大阪王酱。不过呢，后来我就再也不吃这个了，因为我实在是不习惯那种饺子又饭的一种吃法，然后就相对比较油腻。然后呢，就在这边的这个超市，后来这2年也都是在这超市里面各种采买。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熟食当然这里不是这生鱼片相关的，还有握寿司，有非常多的熟食可以吃然后东西也相对蛮便宜的。不过后来回顾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时候刚来的鸡蛋10颗大概200块不含税，200元日币。结果到后来我要走的时候，已经涨到300元了，涨价非常可怕。好，那就结束这一天，也就是我这2年的一个开端的影片。